如说那个女生，她是博主，她是要是个混蛋，我现在我就骂她是混蛋。穿这种衣服，对他们的以后的人生影响是无比之大。我们会感觉很开心、很自信。你们是可开心，对，你们开心的只是目前而已，就是当下，你们开心，当下开心就行了。哦，对，人活的就那么短。而且另类，我们不觉得另类。另类是什么？我们认为我们自己过得很开心，而且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很开放了。要往人家身上喷呐！你可以直接将我灭掉啊！为什么要往我身上喷？上个月杭州漫展，仙女棒 coser 被陌生人灭火器对脸喷，之后重庆漫展，小孩哥发胶喷人脸，这2天又来个中山漫展，路人大骂 coser 垃圾孬种。二次元 cosplay 仿佛一夜之间就成了众矢之的呀。其实啊，2023年二次元 cosplay 的服装产业的产值说出来您可能不信，高达近1000亿。那许多 coser 为了这点爱好买不起衣服，都是自己做衣服，模仿的元神都是动漫吧。2020年这个动漫产业在咱们国家就已经高达了2000亿的规模，它带动的周边产业，你比如说手办、摄影、音乐、配音、文学、数字媒体、化妆道具等等，一个新的万亿产业正在呼之欲出啊。你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吧，讲真的啊，咱们社会发展太快了，精神追求本身就相对匮乏，大多数人都是为钱奔命，能培养一个爱好、乐趣，并且保持下去，实属不易。所以啊，二次元不仅不是垃圾，反而是宝贝，我们要保护爱护它们，因为人的青春很短暂。你没看哪个40-50岁的老女人玩 cosplay 吧？视频里的大哥在叔叔的协调下呢，最后是和解了。这种动不动就盖棺定论给别人扣帽子的习惯，您觉得算不算是传统恶习呢？二次元人人喊打的时代回来了，其实并不是，而是人人被打的时代来了。cosplay 已成为高危行为的一种，会被路人随机性物理攻击。不信你看实战画面，宇智波家族给老大爷一顿乱打，愣是不还一下手。村里人最有火之意志的一集，最好笑的一点是，这天是佐助生日，商场在还举办了活动，就连被打的本人都闹妈了，把名字改成了沙袋，最后还得是帽子叔叔心善，没拦住老头人，钱都没赔便了事了。不过好在佐助有无敌针，也没被打出大问题来，这位就没那么好运气了，直接被打倒在地，还爆了一地番茄酱，连工作人员都难逃一掌。好在这次帽子叔叔来得很快，直接给大哥拿下了，但这哥们被拦住的时候还在嘴硬。我勒个文化入侵啊！哥们身上2个都不是国货，主动打人还狡辩上了。实际上，这种离谱的行为早在2012年就发生过，因为钓鱼岛事件，大家都非常抵制日本。这本来是好事，但部分有心人却乘机闹事，当众打砸别人在此之前买的日本车。这种行为被称为泄愤式爱国，是过激不理智的。不过我的评价是，有本事打人爱国，建议去日本神策专门打参拜者，那大伙还会封你为英雄呢。啊！他在这招摇过市啊！你说什么东西你们？啊！我明明是中国人，你们一搞那个外国人，你们咋办？啊！看看你们都是啥人呀？啊！人不人，鬼不鬼的，你都跟这阴曹地府的人，啊！出了吗？报警！穿着奇形怪状的，一个穿的是工的师傅，他把人打了。你看看你们他妈的，旁边是那么几天，日本刀把手合着拍的七七八八，我们说个啥要打人的东西啊？那你也不能打人吧？死不去，文化就不能执行，完了。那这 coser 们是很坏了，一大妈无缘无故拿着手机对着 coser 拍，嘴里还念念有词。你受到威胁，还有我老系列受到威胁，一切受到威胁，我们是被老系人威胁的，你们看清楚哈。原以为 cos 是什么让大妈看不惯的夸张角色，结果镜头一晃，就是个穿脸冒杀的双麒麟啊！出个 cos 就能毁灭世界，那真是有点权威了。哎呦，这6个人霸凌 coser 啊！这6个人霸凌 coser 啊！张兵要怕的，哎呀！这6个人说 coser 来你们的服饰不是很正常吗？不是很正常吗？这6个人装逼，让你评头论足了吗？就想装逼。你妈教你说话没有？喂，我问你，他们是弄凶了还是弄性感了？
你说的这么认真，不是分开一定要永远，在这个不能。6花被几个精神小伙打，我有什么看法？社会的边角料有什么好说啊？你们就是有没有听说那个事情？其实我本来是没有听说的，但是我在评论区就是有人刷那种评论，然后我点开看了一下，我就知道了这件事。一群精神小伙过去打那个6花，我说他们难道是不知道 cosplay 吗？什么时候 cosplay 成非主流了？在我看来，6花算是比较日常的角色吧。像6花这种角色都能被说是非主流，那我这种算什么？太逆天了！我觉得可能是缺少一些父母的关爱啊，造成这种反射。谁会无缘无故在大街上面对一个陌生人下手呢？大家一个人在路上的时候要小心。那我要为那个6花老师发声了，我希望这种人能得到应有的报应，好吗？赶紧转发给你的亲友看。不要再一次酿成这样子的悲剧。出 cos 为什么会被打、被辱骂？前两天刷到一位出6花 cos 的老师在街头被精神小妹殴打，这种现象真的很可悲。这2年类似的事情好像也是屡见不鲜了。coser 为什么一直在渡劫？为什么2次元在当下这个环境还是不受待见？因为这些人总是能让自己站在多数人的角度去找一个适当的借口，去合理的攻击那些少数群体。说白了，他们就像没有受过教育的野兽一样，释放自己最原始的欲望、嫉妒、偏见、傲慢。只不过他们会为自己这些行为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盖自己，所以经常会发现这些人充满着偏激和傲慢。他们基本没有什么教育，也没有什么见识，通常也是都是一些社会最底层的人，因为他们根本本身就没有什么存在感，在社会上也是受人排挤的对象，心里不自然地产生出妒忌，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来攻击你、辱骂你、来发泄。这种人从现实到互联网上无处不在。还记得2次元刚刚开始出圈的时候，互联网上也充满着充斥、不理解之类的，包括现在也是。但是为什么这种声音好像在逐渐减少？因为大众在接受2次元文化变成主流文化的现实。但这些人都消失了吗 ？No， 并没有，他们没有消失。这种人就好像社会的垃圾一样，所有新的东西在他们眼里都是错误的，他们永远活在旧世界的牢笼里。发生在天津的事故，我先不说他们俩在警局调解的怎么样，单纯的评价一下这个大妈的行为。第一点，听这个大妈的应该是武清那边的口音，又带着掺着点北京调啊。当然可能也只是武清的口音，当然也有可能是外地来的，这个咱不清楚了。反正不像是天津本市的，不像是天津市里的啊。像大妈的这种行为就属于是我上期视频的形容词老摊儿加海河英才，我只能这么评价的啊。孩子拿这个cos道具玩坏了，他拒绝道歉就动手，你说这个是人干的事儿吗？是人都知道哦，给人家东西弄坏了啊，赔礼道歉，赔个对不起，把这个该赔的价钱赔给人家啊，或者说人家原谅你了，你其实有时候连赔都不用赔，你上来你直接给人家拳打脚踢了，你就上脚踹了啊，你抬手还不行，你拿打嘴骂你还上脚踹了，好家伙，大妈你这怎么的了？这我觉得他领的应该是孙子或者外孙啊，这个孙子你是没日子看了吗？这孙子就最后一天了吗？你没日子看了吗？还是说你刚刑满释放，刚出来看见小两口生了个孩子，你抱孙子了，你乐不得了啊？你那么维护着这个熊孩子，对吧？你是没日子了吗？哦，今天见孙子最后一面，想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，结果成这样了，那也说得过去啊。个土埋眉毛的玩意儿，东西都给人家弄坏了，你还叫上板了，你算老几呀？你背后台有多硬啊？你敢那么弄人家？哎呦我的天哪，太没素质了！哎呀，真是测他的麻了，太没素质了！这个人怎么那么没素质？真是测他的麻了！哎呀，就他那个吨位踹人家小闺女，我先不说这个吨位的问题，也太欺负人了吧！我说白了，这就是为老不尊。哎，直接就开车就骂我，他说我是什么自卑女人，还准备跳上来打我。你什么人生当中最受侮辱的一天，还没有从那个阴影走出来，感觉就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，就只是想要对方一个道歉。不是和服，这什么服？这是我们中国的衣服，和服不长这样。汉服不像汉服，和服不像和服，这不是和服什么服？动漫的 cos 服。你告诉我这什么服 ？cos 服。你他妈能不能要不要？你几个小家伙，你一天穿着和服，你不是和服？这不是和服，自己中国。这什么和服？这什么服？动漫的 cos 服。你告诉我这什么服 ？cos 服。反正它不属于和服的一类。它就是和服。自己给我
昨日一段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争议，一名男子在商场内厉声指责一群 cos 穿着和服，女生一直强调自己并非穿着和服，而是 cos 国漫角色。据了解，该女生 cos 的是国漫狐妖小红娘的角色涂山苏苏，可这名男子却一直指责，说汉服不像汉服，和服不像和服，并一口断定穿的就是和服，并对其进行了长达20多分钟的教训。在过去也发生过很多类似的事情，有公然动手的，有手持棍棒威胁的，有在大街上辱骂指责的。对此我想表示，喜欢动漫 cos 相关角色是自己的个人爱好，对于穿着误解可以自己提升一下自己的认知水平，而不是粗暴指责。对此我想用一首歌表明态度。cosplayer 我的爱，谁也别阻碍，追求自己的所爱，自由自在。我理解有的父母不能认同孩子的爱好，但我不理解父母把孩子的正当爱好当成攻击他的理由。博主万圣节出的私设 cos， 家长看到后说他是怪胎，要拍下来发到群里让大家看看。这个样子嘛是没像的。这个东西的。我拍在群里看他们会不会说怪胎。他在群里直接发了照片，问这个女儿还能要吗？一直在贬低自己的孩子，突然很心酸，似乎总有家长以当众贬低自己的孩子来获得认同感，但他们却说很爱孩子。他们俩告诉动漫角色，你是今日吗？罕见，这就是个兴趣爱好，而且我这也不是日本角色，不是日本还穿的跟妖魔鬼怪一样，哪个正常人像这样？二鬼子！咱还有老董跟我说，为嘛你要喜欢日本动漫搞 cosplay？ 那么在乎人兴趣爱好干什么啊？我不去漫展搞 cosplay， 难道去网吧夜店抽烟喝酒当三河战神？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喜欢国外的文化，追求国外的自由，崇拜国外明星，甚至向往国外的人文和制度，就被很多人扣上了反贼、叛徒、汉奸等等的帽子。我不禁要问一下，有人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时候吗？同样有着千千万万的年轻人穿着那个年代所谓的奇装异服，扛着录音机在大街上跳着国外的霹雳舞，留着披肩长发，玩着摇滚，弹着吉他，满大街的港台流行歌曲。很多年轻人穿着花衬衫、喇叭牛仔裤，他们很多人的愿望就是拥有一双美国的耐克球鞋，他们的梦想就是出国旅游看看这个世界。那为什么在那个年代叫做改革开放，反而在40年后的今天，却有人把这形容为文化入侵？明明是对世界充满了求知欲望的年轻人，却背上了汉奸的骂名。中国现在的年轻人，你们记住了，你们喜欢国外的文化、书籍以及人文制度，这都没什么，放心大胆的去追求就好了，这不叫汉奸。什么是汉奸？汉奸就是愚昧国人的认知，让你觉得你生活的地方无可挑剔，你赚不到钱是因为你自己的问题，你不上进不努力，别人送外卖可以月入过万，开网约车可以发家致富，扭曲国人的三观，让你认为外面的都是邪恶的，出去的都是卖家的，家里的都是完美的。在国内赚钱，在国外花，刚跟你满嘴的仁义道德讲完，转头就给你推销国外的保健产品，这叫汉奸。知道吗？这个世界很大，有不同的人种、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种族，有太多的未知需要我们去探索和学习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剧童丹吗？刷到一夫妻发视频cos女儿玩 cosplay。你们瞧瞧，这就是我辛辛苦苦养育的女儿，在大学里不好好学习。正好旁边的女儿 cos 还是原神里的甘雨，她就这么默默坐在旁边不说话，静静听着父亲的不满，把自己打扮的人不人鬼不鬼，看看你们看看她什么样子。话音刚落，女儿突然塞给了她一个东西，仔细一看，竟然是个吧唧。山里灵活，我老婆，哎呀，我勒个神里灵活的狗啊！好，破案了，原来老爸生气只是因为剧童丹啊。